那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这个国际上面大家都在注目的一件事情之一，包括美国总统川普上个礼拜不是派了3艘神盾舰的驱逐舰到委内瑞拉这个附近就是中南美洲的海域他的理由是什么？你们这个地方贩毒太严重了呀，所以我派这个驱逐舰去做某种程度的镇压或者是威慑你们。可是身为委内瑞拉的总统，他当然觉得很不开心啊。他说我们国家自己的内部的问题，你怎么可以过来这边做这样威胁呢？所以他部署了450万民兵可是就在他宣布要部署民兵对抗的时候，在一场活动里头，他突然拿出了华为手机，还说习近平主席送的，他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看。Quiero aprender a manejar este nuevo teléfono Huawei, que es el más avanzado del mundo. Este me lo regaló el presidente Xi Jinping de China, aquí lo cargo. Yo me comunico por satélite con este. Ni hao, ni hao. 谢谢, 谢谢. Quiero aprender a manejar este teléfono, busco un tutorial. 好，你看到他秀中文，所以媒体的解读是说，你是不是想要讨救兵啊？向中国来讨救兵，特别是习近平那另外我们看到呢，包括这一场所谓的争端，或者是两国的一个紧张的情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看到委内瑞拉因为美国的威胁不断的在征兵所以你看他发起的这个征兵活动好多这个委内瑞拉的，包括年轻人、中年人、男的、女的都来了。他们说要加入民兵组织，要捍卫自己的国家。那另外呢，这个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长就说，美国的心理战是不可能得逞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威慑，这是一种假新闻引发的心理战从来也不会得逞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来自于川普总统是不是对于国内的反对党的某种程度的一个示威跟镇压？有人说这是内乱他盯上纽约、芝加哥这些包括民主党的重镇的一些地方这是华盛顿邮报报的料。他说川普打算在9月动员数千名国民兵进驻以上这些地方先是华盛顿特区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国民兵进驻了。那接下来说是他要进驻像是芝加哥这一些所谓传统上面像是纽约传统上面这个民主党的重镇。所以芝加哥的市长强森他就讲我们对于任何非法向芝加哥市部署国民兵的主动非常忧虑。总统这种做法在于缺乏协调，毫无必要，而且非常的不合理。那另外呢，所谓扩大民兵部署的计划，锁定的是据说啦是巴尔的摩那这个川普呢，他就威胁说，我要把这些重大打击犯罪的移民行动进驻这个地方。所以他到底是不是想要挑起一个所谓的内战呢？这个是针对在野党发动的一场内战吗？那另外我们看到呢，非常有名的美国的一个政治讽刺漫画《南方四剑客》也开酸了。他们这个漫画里头你可以看到呢，川普接管华府，而且连林肯的雕像都不放过你看。大家如果有去参观过 DC 的这个林肯的雕像，现在已经把它换成在南方四剑客的漫画里面，已经把它换成川普的头像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呢，现在美国的内部其实也非常的分裂民主党、共和党反川的、挺川的。而我们看到华府，把镜头再移到华府这个地方，国民兵今天晚上开始要配枪上街，会持 M17 的手枪。M4 的步枪巡逻这个东西威胁性很高所以你看到国民兵联合特遣部队就说我们会作为最后手段啦不是单独回应迫在眉睫的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才会使用武力。可是包括你这样子全副武装，其实对很多人民来说就是一种很可怕、迫切的一种威胁。来，请教两哥。那个美国出神盾舰到委内瑞拉周边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因为他的理由如果是有毒枭嘛，贩毒你派的应该是缉毒组，是啊 ，DEA 或者是 FBI 的人
怎么会派军队呢？所以当然这个委内瑞拉的总统当然认为你是要来推翻我嘛，是不是有里应外合的政治阴谋？他当然会这样认知啊，因为哪有人在反毒用到军队的啊？美国多半是 DEA， 不然就是用 FBI， 了不起用到 CIA 好不好？怎么可能用军人？所以这个我认为绝对没有表面的那么简单呐，啊，他是不是有内应？比如说跟议长有联系啊，那是不是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动作啊？那至于川普是不是可以仿效这个华盛顿 DC 啊，继续在别的城市这样搞？其实不容易啊，因为国民兵你要派到那个地方，你必须要经过州长同意啊。那马里兰州的州长 Westmore 是民主党，那他说还要去搞纽约，纽约州州长也是民主党，对，都是民主党主。洛杉矶也是民主党，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嘴炮啦，他做不到啦，因为州长有权反对，那华盛顿 DC 是很特殊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州啊，所以川普可以直接要求，对，它是特区，那最多也只有30天呢，那我觉得他这个是。他只是啊，我觉得他是因为常在这边走动，看到一些 homeless 啊，他就觉得有碍观瞻啊，会不会引发治安的风险？事实上，华盛顿的市长他当蛮久了，他市长也知道这个问题啊，而且他也努力在改善中。华盛顿事实上最近的治安是比以前要好很多所以川普为什么要搞这件事？为什么？造势啊。完全就为了作秀啊！作秀造势，表示不是因为这个一定是新闻啊！那国民兵他还出来给他们吃披萨干嘛？那个都有镜头的嘛，那他就可以压掉别的新闻，创造一些画面，没有跟新闻。你没看过那个 Epstein 那个新闻不见了吗？爱泼斯坦不然本来大家都在挖爱泼斯坦。川普的照片啊，对，他太太的照片啊，转移一些大众媒体的焦点。我这个新闻真的被压掉了，因为这个真的会引起注意啊，那晚上我本来这个有好有坏啦，因为华盛顿确实有些地方治安不好，可是因为一般老百姓啊，你派国民兵进去，他会觉得说哇，那大概治安真的非常坏啊，结果造成餐厅的订阅率少了30%，大家晚上就不出去了，不敢出来。他就说总统都这样下令了，对，表示很严重啊，经济活动就停止了。餐厅啊，晚上的订餐，有些人就不敢出来啊，因为我不一定知道啊，可是看到总统动作做这么大，你会怕，对，对啊，可是这样能够有没有真的抓到重要的犯人呢？不知道。不可能抓到嘛！国民兵怎么能够抓犯人？情报都在警察局跟 FBI 啊，怎么会轮到你呢？他通常进来是要镇压的啦。所以我觉得川普真的是为所欲为，真的是有点为所欲为，想干嘛就干嘛。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到底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要对 DC 这边布满了国民兵呢？现在说其他地方也要进去，到底图什么 ？OK，DC 这个地方我很熟啊，我以前在那边当过导游。当然，我今年3月还带着学生过去。这个 DC 反正就是一个宪法大道、独立大道嘛。那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华人纪念碑呢，早上东方起来，它就像一把剑，就晒到谁，再照到谁，照到林肯纪念堂的脚下，黄昏再返回，经过这个反射弧到国会山庄。这个最重要的，一早起来的亮点就是林肯。现在变成川普，你知道这川普在想什么？当然，他一直认为他是真正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好，那我觉得现在讲国民兵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国民兵是美国的这个国民警卫队，它其实是由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一起出资成立哈。它基本上在各州是由州
为先发号施令，那要跟州来配合的。可是你会发现，加州就发生过，他当时不是在抓了非法移民，就先派遣，所以加州州长很不爽，因为他不爽加州州长嘛。还不管怎么说，川普认为他所有东西该做就做，但第一这个地方是他掌控。当然，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因为第一我们常去。第一，你说真的那个地方其实整顿还不错，但唯一最严重就是常常有人举牌，就是他，你看到画面前面。白宫前面常常举牌，只要抗议人士在那是合法可以举牌的。对，那抗议声音可以很大的，所以吵闹的，常常在白宫前面看到的是这些。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是，我觉得川普想要国民军镇压这些反对他的人。他的这个人很自傲、很自信、很狂妄，他不希望有人反对他，所以这些东西是他最主要驱逐的，就在那几个我很熟悉的那条街上啦，咱们就是背后就是白宫那个背景那个地方，我觉得最主要是巡逻那个地方。再来，我讲一下委内瑞拉，好不好？我觉得委内瑞拉这个，我觉得世界哈就是两个大的势力角力嘛，有号称民主，可是民主联盟并不是全民主，也有共产，还有一个共产，但共产也不是全共产。现在有很多人投靠他的共产叫民主国家，这两大联盟其实就两大势力。现在出现问题了，有一大势力民主联盟就基本上就一枝独秀，美国带动全部。当另外一大势力看起来龙鹰自珍呐，所谓的大国博弈，有另外一个势力就是我们东方崛起这只龙中国。当中国起来之后，你要知道，很多人对美国是敢怒不敢言，因为美国不管是关税或所有的动作，其实对很多的国家都已经打到他痛到不敢反对而已。不管叙利亚、委内瑞拉、伊朗、俄国，还有很多间接被打的国家，我像这种声音非常多。当然你知道美国之大，它几个你看一个只会这个要剿毒的一个动作，就开始跑了3个神盾舰过去。这个算是一个不小的动作。你要知道，委内瑞拉这个不是个大国家，中南美洲，他看到当然多多少少担心。其实如果他如果他没有背后势力，谁来我都完了。他第一个想到谁，当然就是中国嘛。所以你看，还会绕出中文呐。这讲不好听点，我不管我在对岸或我这边听到中文，我都觉得他是我们自己人呢。他就是要拉拢这种关系。所以真的，我觉得这些反对势力将来这种。所谓的我们叫 globalization 围绕着 US 的经济讲说，没有美国的一个全球化，还有一个叫做 regional alliance， 所有的新的一个联盟组织，将来抗美的就会出现，所以以美信中的很多国家会开始。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川普对内对外都是铁腕，他对 DC 最近呢做了一些动作。对，因为我们都在关注川普的这个贸易谈判、关税政策等等，但是都忽略，其实内政是他非常擅长的领域哈，因为他去年打赢胜选，其实就靠2张牌，一张是经济牌，经济牌对于执政者拜登当然是很吃亏的，第2张就是移民啊，所以移民再衍生出去，不管是移民、游民还有治安问题，其实他没有忘记这些事情。就像刚刚所讲，即便是在法律上哈，这个国民兵应该是属于这个州的地方的，但是其实总统也有动用的权利，但是总统动用通常都希望是有这个州长的这个同意了，但是还是有一些灰色地带，所以在今年6月份，大家应该有印象，当时是 ICE 就是移民海关署在执行在加州的抓捕的行动，非法移民。有一些争端，所以这时候川普找到一个机会，说他下令国民兵进去，所以跟纽森之间就有一个民主党明日之星跟川普的一个对抗。其实这个是川普要的，因为他觉得说多数他的支持者会很喜欢他做这件事情。那现在 DC 当然是他可以直接命令，但他不止如此，包括马里兰的这巴尔的摩。包括像是芝加哥，包括像是纽约，芝加哥伊利诺州州长是民主党，对。好，我们刚刚听到来宾其实对于这个未来的关税，尤其是亮哥认为赖总统对于我们的关税琢磨甚少。那一般对于媒体、对于民众来说，我们也搞不清楚我们跟美国的关税谈判到底走到什么样的地步了内容又是什么呢？今天卓荣泰到立法院报告台美关税。他提到说，这个谈判里头有3个争取，希望不要叠加税率3个争取是什么？争取更合理的税率，还有一并磋商针对半导体产业的232条款，还有不叠加既有的税率。讲了半天等于没讲我们想要知道更进一步的内情，其实并没有透露。那来问问郑丽君好了，看看郑丽君会不会透露更多他说台美双方还在持续谈判当中所以听了半天真的听不到重点呢。有网友就说，这个叫做一本正经讲插话，
跟包子店老板一样，因为最近有一个梗很流行在网络上，包子店老板跟这个顾客讲说，我们的菜包有3种口味，香菇高丽菜、高丽菜香菇，还有综合的。所以都讲的都是一样的话嘛，很酷手嘛，可是郑丽君还是不小心透露了一件事情她认了美规车零关税在谈判范围内。其实呢，陆陆续续在周末有一些媒体有揭露了，包括我们的农产品、渔产品，我们的市场要全面开放，还有包括汽车啦，还有各种的，我们可能要到美国去投资大概几千亿这样子的数字。可是这个谈判小组说不对，这都是假讯息。那现在郑丽君至少讲了，汽车有可能零关税，对消费者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可是产业链呢？其他的业者恐怕就不是这么想。我们来看看邻国李在明，他即将要跟美国总统川普来见面了时间在今天凌晨，明天凌晨会在白宫。那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所谓的韩美高峰会之前，李在明有记者会他说我很难同意美国要求我们灵活部署，什么意思？驻韩美军万一在台海或是各个地方如果有发生一些很突发的状况，是不是要脱离朝鲜半岛去帮忙呢？他说我难以接受护台海这件事情，他其实已经 say no 了某种程度。那另外有记者问说美国对于你亲中的倾向感到很担忧李在明就说好吧，如果你不断开跟中国的关系，就意味着我亲中，那么就这点而言，就算是吧，就算我亲中吧某种程度还蛮直截了当的。而我们在台湾，我们国内最近在网络上很多人在流行一个梗，叫做莱尔富还有接龙的活动呢。讽刺的是我们的赖政府。来看一下这个图，台湾穷莱尔富因为莱尔校长这个国民党的宣传片爆红嘛所以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梗图，还有好多好多的接龙包括青年贫莱尔富、交通糟莱尔富、台湾穷莱尔富、房价贵莱尔富、物价飙莱尔富、关税升莱尔富，就很多这个大家很多有创意的年轻人不断的接龙下去。我们看到府院说不，这个要升起市县不编预算，讲的是哪一件事？国防不是要抗中保台吗？国防国军的待遇很重要在立法院3读通过的加薪3万，现在又没谱了所以我们看到明年的国防预算史上最高9000多亿耶，快要1兆了占我们的 GDP 已经超过3%了。可是自愿役士官兵的志愿役加给3万块，现在看起来可能没有咯。所以你看国防部多尴尬，本来他们要招募新兵嘛，拿这个来当宣传，现在赶快撤错误资讯这个网友就说，你总统行政院长都已经亲笔签名了颁布了总统令这是错的，这是陆军要造反了吗？这个很吊诡，而且很让人家觉得很 confused。总统都已经下这个总统令了，都颁布了，结果现在就说没有了这个国防部也赶快把这个招生广告给撤下来了，太奇妙了吧？再来看看我们看到在野党在做什么。这一次包括大罢免，在野党也就是蓝军大获全胜，士气很振奋。可是接下来的国民党党主席的改选到底要怎么走因为朱立伦发话了，他要交棒，而且直接点名卢秀燕。可是卢秀燕立刻说妈妈留在家，没有办法参加党主席的这个竞选，他也不会去领表。所以现在到底是谁要来接呢？我们还看到这个报道说，朱立伦打包带走青年战队，遭遗留后手。因为大家知道莱尔校长这个梗非常成功，这个文学非常成功，是青年战队做的。如果他把青年战队也一并打包带走，那留下来的是什么？怎么办？本来都说国民党没有办法吸引年轻人，现在好不容易有一点改变了他是想要保留自己续任主席的可能性吗？现在浮出台面，想要竞选国民党党主席的潜在人选有谁？郑丽文表态了，张亚中表态了，胡志强是被点名的，郝龙斌也被点名，马英九也被推上台面，还有赵大哥也被推上台面。到底这一局会怎么走？怎么看？来请教亮哥。这个不能这样讨论那要怎么讨论？那民进党也有人建议蔡英文2028回来选总统，难道你要讨论吗？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反正9
9月4号、5号要登记嘛？对，9月1号领表。对嘛？那登记就知道了嘛。哦，我觉得坦白讲，没有看过一个国家的关税啊，已经到8月25号还在那边说我们还在争取。对啊，请问有哪个国家这样？今天卓荣泰就这样讲啊。我知道啊。那你看吴思瑶讲的什么话？全世界最透明的政府，最辛苦。我没关系，他继续讲啊，继续讲啊，继续去吹牛嘛，那这个，这个就是到现在连一场同业工会的公听会都没办过。我讲的是立法院哦，民间的不算哦，立法院连一场都没有办过。这样的政党可以继续执政，实在是难以想象啊！那你如果都没有用同业工会跟业者来沟通，你怎么知道要编多大的预算来纾困呢？你怎么会知道啊？那事实上下个会期特别预算就要上来了。那请问你那个纾困预算是怎么估的啊？我再举个例子啦，我们的劳动部长洪申翰。他讲了一句话更悬啊，他说估计啊被冲击的产业企业有3万家，那劳工失业大概4万2千。我的老天啊，那每一家企业都只有1个人哦，2个人哦。天下杂志估计，它进口还不算哦，只有算出口，出口就20万。天下杂志，从业人员是啊，然后进口我们还没讲呢，比如说汽车从业人员是30万呢，是毛振飞他认为一定冲击极大。你现在不是说美车是0吗？你以为美车是美国品牌啊？不是啊，日本现在也要把它在美国制造的车直接卖到台湾啊。我跟你讲，我们的汽车业制造、维修。再加上贩售，从业的人就30万，这些人就惨。所以你去想啊，我们还没有讲到农业，对，我跟你讲，所以我说这个进出口冲击的劳工30万，其实是一个合理的估计啊。你的劳动部长还在讲4.2万，那请问你这预算怎么编呢？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编呢，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政府啊。也不跟业者讨论，不跟，现在大家都以为集中在谈关税，出口关税232，不是还有进口我们都不知道啊。对啊，吴思瑶还好意思说是最透明的啊。我请问进口冲击的产业有哪一个要做准备啊？谁知道怎么准备啊？没有看过这么不负责任的政府啊！然后现在还在干嘛？还在爬屋顶啊，在干嘛？跑台南还蹲在一个老阿嬷的面前，跟2个市长候选人在那边作秀，演苦情秀，真是有够丢脸啊！这种总统啊，对，就即将而来，我们真的要做好准备了。聂老师 ，OK，我就先从这个看到吴思瑶讲这些话来讲，说他是最辛苦的那个团队嘛。那现在这个政府所走的是最辛苦的，包括卓院长最辛苦的行政院长，这跟我刚刚开的汽车理论一样的。如果你不会开车，这个车再给你开，你都觉得很难开，他怎么开都会很辛苦啊。我跟你讲，但实际上不管怎么说，台湾你说完全没充满，不至于。我现在还是要讲一下，现在虽然美国做这样的一个大的动作，要全球呢这个投美赔款但是我们毕竟我们还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很不错的先进科技，那是过去开了旧车帮开出的一个好的现在。可是他很强调说，县政府非常公开透明，我觉得蛮奇怪，就是到底我们知道它的内涵公布了多少东西？我不知道主持人或各位知道多少呢？那我觉得我的解读还是很黑箱啊。那我就分析，你有3个原因。第一个，你可能不敢，因为它可能内容真的蛮可怕的。你已经达到一个搞不好会把台湾卖掉，当然这个我不知道，因为你不讲太清楚。第二个，你不愿意，也不愿意是你还有一些你程序的秘密，你要怎么做，不愿意让人家知道。第3个，我觉得更糟糕，就是你可能不想，你根本不在乎人民。
你根本看不起人民，因为你觉得你现在一党独大，你觉得你拿到全部，你觉得，而且更重要，你只要用文宣，人民就相信你，因为人民在民主社会都是人云亦云、盲目盲从啦。所以我要点名说，人民一定要很宏观思维去看整个国家未来走向，甚至产业。好，那我现在来讲产业。现在台湾产业其实真的很惨，我们都有认识国际律师啊，最近国际律师在分析我们台湾产业最近的困境。真正的关税已经打到了，很多产业已经受伤。台湾中小企业97.8%，台湾是靠中小企业起家，不是你看到上市的2000多家 listing company， 不是哦。这些中小企业随便高关税一起来你就完了，因为产业在台湾是一个自由化的社会，自由就会竞争，一旦竞争就薄利，那个利益薄，我跟你讲，关税一颗，很多都很惨。我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台湾要不要移美？大家都说不要移美，不要移美，信赖，我不移美真的不行了。我想美国它是也可能带动全世界启动没有错，可是我知道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学经济学国际贸易的，贸易强调比较利益、绝对利益，绝对是双赢互惠，两边互相的。你资本密集也好，你劳动密集也好，就是你就不管 intensive 是哪一种，你就是有比较来交换，或者你绝对利益，你一定是互相。现在完全不是。我觉得台湾产业现在一直面临一个国际律教不能单向押宝。我们财经学教你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内，台湾整个就叫你相信美国，相信美国，全部投美国。我们台湾全部给美国，你就算抗中好了，你不跟中国，你跟中国的依赖度降很低，结果你全部依赖到美国。现在美国课你关税，你现在不知道怎么抽手，这是现在哦。当然我还是强调，鸡蛋不要一个篮子内，产业现在都知道。过去呢，以为产业智慧啊，到墨西哥、到越南等等地方，美国真的是聪明到，你到墨西哥，他一样克你墨西哥。我跟你讲，你只要把单押宝的 destination 最终终点是美国，你还是会出问题。那我这样讲起来很移美，对不对？各位去分析是不是？我现在要讲一个是现在哦，将来更可怕。当美国制造业，它现在制造业回流，它制造业一回流之后，它现在 demand 不在，需求不在，它不买了。我跟你讲，他不买了以后的将来还更惨，我们台湾更惨，因为你东西都要卖美国，他虽然不买了，你怎么卖？所以我台湾我还是一句话，不能单一押宝，一定要放眼世界。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对岸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未来的内需市场，你一定要往那个地方多思考。来请教大周老师，如果说台湾是这个贸易关税谈判中全球是最透明、最公开的，我觉得这跟一般台湾民众的认知实在差太多。因为非常明显我们邻近的日本、韩国，哪怕是欧盟。在整个跟美国打交道过程当中，我觉得对外所释放的讯息远远比目前我们所知道，我们跟美国之间来的多更多，对不对？因为从郑丽君回国之后开的这个记者会到现在，其实包括今天在立法院的这个备询，其实大家所获得的资讯并没有差太多目前就是3次视讯会议，目前。那所谓的3个争取，不是跟之前讲的没有差别，而且这应该也是常识。对，更好的这个税率，对不对？而且希望不要叠加，而且跟232能够。所以他们没有面对面真的坐下来开会，他们是用视讯，他视讯飞到美国，然后再用旅馆视讯，没有跟你在同一个场。对啊，是啊。而且这个汽车这个零关税的事情，这个今天他这样讲出来，好像是哇，大家好像是。一个新的，好像，其实这又是什么？这为什么不能早点让大家知道？而且老实说，政府早在这个美国要祭出对等关税之前是有准备时间的。照道理说，政府部门或是委外应该要针对不同的情境，一般就要很多的一些评估报告，还有公听会，刚刚所讲立法院公听会。所以目前看起来，我觉得我们给民众知道的是还是过少，这个标准不是。很苛刻，而是跟其他国家相提并论。你看李在明去美国的过程当中，他面对媒体记者，他答的也是很大方。是啊，驻韩美军的这个弹性的分配，韩国的这个等于是我们外交部长也有讲过类似的议题，其实就是直球对决。是，而且基本上韩国在第一次所谈内容当中，争取到这个比较好的税率，他还有说大投资之外，他还有拿到什么？比如说，他希望能够在稻米、在牛肉不进一步的开放，还有在232有比较优惠的谈判的结果。其实一切过程当中，大家不会很突兀，而是一个循序渐进式的。所以要说赖政府在这方面最公开透明，我觉得如果做个线上民调或民调，我觉得绝大多数老百姓可能认知绝对不是如此的。是，没错。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赖政府某种程度在自吹自擂哦。那当然，人民自己有自己的公平的这个判断。
好，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823之后，我们这一辆车到底要开到哪里去？讲的是我们中华民国，讲的是我们台湾，也是莱尔校长。我们看到呢，网络上有很多的影片，包括823开票那一天呐，像是这样荒谬的场景不断的出现。我们来看看。我们有失败，不过没事，32-0，我们32还是我们赢。小赖啊，没关系的，至少你这样显得我都没那么差啦，加油，还可以更差一点。那个总统们，能不能先帮我批一下桌子上的倒椅？好，非常荒谬的是这个昨天我们看到赖清德总统跟前总统蔡英文见面啊，包括萧美琴在这里结果网友都聚焦在所谓的桌面上有一个倒影看到萧美琴她的影片明显的是被修过图这张照片明显被修过图。为什么我们的政府都在注重这些旁支这个莫细微的事情不去做正事呢？包括我们看到呢，网络上面有很多帮民进党政府护航的名嘴也好，政论节目的这个主持人也罢，哈哈大笑为什么要哈哈大笑？我们没有输啊，哪里有输？32-0，可是民进党本来就没有在全力动员呢，这不是在害你的党吗？害这些莱尔校长吗？害这辆车吗？你看到在过去之前更早一点点，那时候不是说喊着要罢免所有的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吗？41席你看到包括已经被罢免成功的3Q 哥，他还说徐小新啊，你要叫学长；王宏威啊，你要叫学长；叶元之啊，你要叫学长，就是这样的嘴脸，就是这样的态度像是李正皓。让中间选民看不下去，通通投下了不同意票。可是他们现在有反省吗？他们现在有认输吗？他们现在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吗？看起来还是不知道啊。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昨天这一个场景，是蔡英文到总统府的官邸打气所以赖清德在脸书上面留下这一张图，4个人排站，包括黄崇彦讲说会将人民的声音化为力量，走向更好的未来。真的吗？会这样做吗？我们很希望，我们也期待。可是你看到4叉猫又出现了，他说蔡英文跟赖清德2个人坐在这边后面这一张图这个照片是哪里啊？他说是优胜美地，美国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图，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背后有美国人靠山是这样子吗？刚刚看到这个都在做这个 P 图啦、修图啦，所以还记得吗？2019年总统大选的宣传影片，这一支非常有名，叫《在路上》。蔡英文把车交给赖清德，可是现在是不是莱尔校长把车开到爆炸呢？网友就讲了，蔡英文你给了一部烂车所以莱尔校长半路抛锚也不意外。我们当然不希望，因为我们中华民国，我们所有2300万人都在车上，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我们来看段宜康怎么讲他很久没有说话了。新潮流的大阿哥他说，没有哪个人可以说自己无可替代，这才是内部民主。他到底在讲谁？是在讲赖清德，还是在讲柯建铭？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一篇重磅快评，来自于联合报。他说，蔡英文入境不入局，救援赖清德在上路这一幅所谓的官邸探望图，事后2个人分别发脸书，蔡英文没有提大罢免与公投，只有说我们就国内外局势讨论很多，所以意思是我不替你赖清德背书。在大选之前，我们看到这一个所谓在路上的短片那昨天抛出来的合影多了一个人，来，那个人是谁？黄崇彦嘛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一张图，黄崇彦在这里。黄崇彦是蔡英文亲手栽培的核心幕僚，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现在黄崇彦也要进到蔡英文来进到赖清德的班底了吗？因为外界其实批评很多是赖清德的用人决策圈非常小，所以是不是意味着黄崇彦要上车了？而另外，我们严格来讲，赖清德的权力内圈，府内除了啦啦队队长潘孟安之外，没有其他派系小之又小，窄之又窄。赖左体制未变，赖紧握党权，徐国勇只是执行者而已。我们看到
柯建铭还有1年的总召任期到明年嘛，哦，沈伯洋继续当立委，王义川被青鸟拱接民进党的立院党团总干事长，哦，因为吴思瑶说他不干了嘛，哦，换汤不换药，赖清德内阁走了好几个人，可是小圈圈在大风吹啊，都一样啊，来请教亮哥。这个黄崇彦目前是国安之委吧？所以实际上就是被晾在旁边嘛。国安之委怎么可能每天跟总统开会，对不对？表示他哪有纳入圈子？可是这张图是不是代表他要被？没有啊，他跟蔡英文去啊。他只是跟班。当然啊。哦。我认为赖清德真正的问题不是幕僚的问题啦，是他自己啦。这个吴子嘉昨天做了一次直播啊，笨蛋，问题在总统啊，就是本人呐，哪一个人不是他用的？不用检讨别人，就是他自己。比如说罢免柯建铭，那背后没有你吗？背后没有你，他可以这样一直搞啊，党团都无所谓，怎么可能？吴思瑶不就你的嫡系，后来就帮着柯建铭一起搞啊。曹兴诚，你总统府还特设一个委员会，他是首席顾问。曹兴诚如果没有这个身份，有人会认为背后有民进党吗？沈伯洋不分区蓝一，哪一个不是你的人？那结果大罢免大失败，赖清德有检讨自己吗？没有嘛。所以我跟你讲，重点就在这里嘛。连林右昌下台，有说是因为这件事吗？有成立检讨小组吗？都没有嘛。所以我跟你讲啊，如果他自己就是这种，就是争功诿过啦，不负责任，没有担当啊，你去想一想嘛。这个河山演艺实际上是没过哦，对不对？没有过嘛。对。照法律来讲是没过嘛。是。你看赖清德怎么说？他说：“我尊重公投结果，不排除先进核能。为什么？因为美国要嘛。所以讲白了啦，谁对他有影响？只有美国了。哦，所以这幅画是对的。那个话就是幕僚还是太差了。”应该放佛罗里达或德州啦，就要放成旧金山，旧金山就民主党的大本营啊。那比赛呀，我跟你讲，所以我跟你讲都要来检讨，所有的问题都是赖清德啦，所以换人有什么用？我跟你讲，那个古人有讲嘛，用师者王嘛，你如果用比你好的人，你就当王嘛，用友者霸嘛。就你如果用能力跟你差不多的啦，战将级别的啦，用土者王啊，亡国的王啊，赖清德就是用土嘛，都是用一些不敢逆着风说话的人嘛，所以你就会看到他到最后不止圈圈小，我甚至认为他有很多情报根本都被屏蔽掉了，他不一定知道嘞。不然怎么会有人这么呆呢？你说被屏蔽是旁边那些人把他屏蔽掉哦？报喜不报忧啊！国安日报有人跟你讲你的状况吗？要不要回去看一下？总统啊，每天都有国安日报放到你桌上啊，有没有把最近的民调，还有一些不利于你的文章给你看啊？因为他本人又不会看蓝媒，他真的没有在看我们节目？没有啦。怎么可能？现在看一下。我跟你讲，他的问题就在这里了。然后发生事情的没有担当，你为什么不道歉？他到现在不认输、不认错，没有真正的道歉。你这样换谁有什么用？而且换的就原来的那薯条三剑客啊，三兄弟。哇，现在流行剑客嘛。所以我跟你讲啊，基本没救了。基本没救，没救了。安呢？我那个连游宜农都这样写，说你如果没有改变你的执政的方式，你换谁都没用啊。
我不是说徐国勇不称职啊，徐国勇称职啊，可是他执行者啦。不，我觉得徐国勇应该让他当行政院秘书长啊。为什么是当党秘书长？有能力的人不是应该让他做有实际操作空间的位置吗？党秘书长有屁用啊！党机器就是为了要选举啊，没有用嘛。选举看你怎么面对陈亭妃啦。林俊宪民调这么差，你在台南怎么讲话？我们市长候选人林俊宪，他有这样讲，本来就是啊，脱口啊，脱口而出。那你去想一想，他那个幕僚是怎么回事？明明现在大家忧虑的就是关税，卢秀燕一定是整天被台中的企业包围，跟他说市长我们怎么办？所以他才会觉得说啊，我留下来陪你，妈妈留在家里。你赖清德一点感觉都没有，怎么有这种人呢？人家在关心关税，你还去看风灾，然后还要爬那个楼梯，跑3阶然后一大堆人来拍照。我甚至看到一个英粉留言说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你拿一瓶水上去给2个老阿伯，那个是屋顶啊，水要放哪里啊？而且很危险，他们还要来接呢，所以你脑袋里面都只有自己嘛。关税战你到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不觉得很可恶吗？然后还用8月8号就开始实施了，今天都已经8月25了，还这边说啊暂定啊，我们还在谈啊。对不起啊，人家厂商都已经直接用这个税率了，人家不知道怎么办他没有感觉啊，怎么有这种国家领导人呢？真是台湾的悲哀啦。那怎么办？到底怎样才会有感觉？就他尽量不要做事啦，这个交给别人做了，交给别人做，这个火都已经整辆车都要烧起来，还没感觉，这是神经末梢是不是有问题呀？来，建中老师 ，OK，那个我现在这样讲哈，就是民进党执政，刚刚有讲到开车理论啊，我觉得车子好坏不重要，有的车子很好开，有的车子很难开，但是呢，如果一个很难开的车开在一个赛车手很会开车的人身上，他会把车子开得好好的。但是如果你不会开车，而且车再好给你开，你也开不动，也开不好。我先讲的重点是，因为我们中华民国来台湾，从这个1949一直走到这一段以来，我们曾经走过4次的黄金10年啊。我们从这个纺织王国的1960年代，塑胶王国的就石化嘛，塑胶的1970年到1980年的电子王国，到后来的消费性电子40年。那时候的汽车，你觉得台湾车子好开吗？跟各位报告，非常非常的难开。可是呢，我们必须来投影一些人，真的是我觉得非常重要。就在那个时代的人呢，可以把台湾做得这么好。那刚刚讲开车，那当时我们讲孙运璇、李国鼎，我们现在想一下，我们现在美国打贸易战，把一个巨无霸的美国机器人厂拼凑起来，从日本、从韩国、从美国，你不管皮肤、头发、手脚全部拼好，缺脑，他开始算计台湾，要把台湾的脑带过去。可是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个车其实我们有价码、有东西、有筹码，可以很好开的。可是我们开的哩哩啦啦。那在那个年代，说实在，台湾呢刚起步的时候，实际上真的平手平足啊。大家这个做事，我们大家都知道，小时候呢拼一个这个东西，就修一个东西1块钱这样子，这样大家家庭及工厂，大家都很辛苦。可是那时候的领导人，我们讲当时的行政院长好了，这个人是我非常欣赏，因为他的女儿刚好是我学姐啦，我们认识，就是姓孙嘛，大家知道孙运璇。他这个在65岁，1978年的时候当行政院长，你知道那时候是刚好台湾电子业起来，要不是这些有所谓工学院背景的人，真正把一个很务实的一个就算很烂的车，要把好好的务实的做把它开好，结果你看开得多好。张忠谋不是台湾人，从南京出生到了德州拿了博士，回来把阿些要收藏的时候，他竟然碰到他，跟他说：“你有一个背景叫半导体，我需要你，可不可以为我们台湾做点事啊？”结果呢，而且还是力希望做，而且台湾愿意支持你。当然这一段过程我不多讲。当时找了当时的行政院长，当时行政院长行政院找了这个当时后来在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做经建会，就是现在国发会嘛，行政院国发会里面经建会委员之一，而且他当过经济部长的谁呢？李国鼎，当时刚好是应用研究科技研究小组的这个主要的召集人。他当时呢受命之后，就开始呢非常积极，甚至张忠谋要求的 stock option 什么都给，也就是这些人
在这么难开的那个路程中，知道台湾未来需要什么，而且是有前瞻的看到未来，把台湾一步一步的从80年代带上了台湾的今天。我们把这个整个车子甚至零件什么都修好，都修得非常棒。可你刚刚讲这个汽车理论，我就觉得很奇怪了。现在你车子有很难开吗？你刚刚说校长不准那个什么莱尔校长开车，我不管你怎么开了哈。我觉得现在开车的奇怪非常奇怪，他不会开车，他要假装会开车。我觉得做事情要务实，要真情。但是我觉得现在台湾充斥着一堆的造假、作假。那刚刚主持人提到，我不管影片那个是到底做了多少东西哈，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执政的人他不是真的不会开车，但你不需要作假，我觉得很务实很重要。你作假造成台湾的假讯息、假媒体、假文宣，甚至假情报，什么都来了，甚至到处诈骗。所以我觉得台湾从整个基础道德，我觉得务实做去，我们用真情来带领台湾，好好的把台湾开车，就算是烂车，就算技术不太好，慢慢把台湾做到一个还不错的路，我觉得就比较重要。来，谢谢。对，因为刚才提到这个孙运璇、吕国鼎就是很感慨，因为有句话就是责任日益远，典型在溯溪，就是对比现在其实差别真的非常大。我们好像已经很难找到在政府里面有这个很有经验的、很有干才的那种，不管是官僚或是政治人物，让大家觉得说很棒这个国家有希望，其实都不是如此。那昨天这个应该是说在这个823之后，我们看到这个赖总统的一个一席谈话，其实里面还蛮多的重点说有三个要调整的这个方向，但是我听了之后我也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因为里面有一个地方就是说要调整施政的顺序要把这施政的重点放在这个所谓的民生经济、弱势还有所谓年轻人。那大家可能心里面会有疑问，这不是本来就应该做的事吗？那如果调成这样，那代表以前你的重点是什么呢？那其实这也是符合一般人心中的感受，因为过去1年多感觉起来好像还是在处理比较多的政治议题，比如说国家安全无限上纲，还有任何的事情一定要连接到这个抗中保台。那还有呢，处理很危机的，不管是关税跟经济跟这个谈判，好像觉得使不太上力，但是一处理起两岸关系对于北京的政策感觉起来非常强悍，虎虎生风，这是一般民众的感觉。所以这个讲话就是说，你知道调整施政视讯，而且刚讲调整队形嘛，就刚讲到你的用人，但我觉得一切还是要回归我蛮同意刚才两位都有提到说，一切还是要回归到总统本身，总统你的一些心态，你的一些这个风格因为不管是用人或是政策，其实就是总统你自己而已但是有没有办法像在823这个罢免之后的谈话调整队形，调整施政顺序，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关键，调整行政跟立法的关系，就要看你有没有真心诚意去做。因为你要认清现在的形势因为你本来就是40几%的这个少数选出来的总统，而且在立法院没有多数。如果你要让你的施政也非常顺畅，你就要发挥沟通的能力，而不是一切都采取对抗。所以我觉得一切还是要看之后赖总统还有整个民进党执政团队有没有真心诚意去做反省。但是一般来看，现在所有的分析大概都没有那么的乐观，那就是不是台湾之福。